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好久不见啊，有一阵子没更新了啊，主要是最近呢现实有些事情啊，有点忙啊。我们今天呢还是看一个策略啊，看一个美股的投资组合啊。那么这个策略它是每个月只交易一次，每次只交易7天啊，规则相当的明确啊。那么这个策略啊，它不是我原创啊，它背后是一个被研究了超过60年的华尔街著名意象，就是这个叫什么啊？月末效应啊 ，Turn of the Month 啊。今天呢，我就把它的逻辑做成了一个全自动的 EA 啊，我们来复盘一下这种意象在如今的这个市场是否还存在优势啊？但是今天的重点呢，其实也不在这个策略啊，这个策略，因为我已经回测过了啊，结果我是知道的啊。所以只是用来举例啊。那么在视频的后面，我会讲一个在回测美股啊，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 CFD 品种时，99%的人都会掉进去的一个隐形成本的一个陷阱。这个策略来源于网上的一篇文章啊，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那么作者他是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在每个月的最后几个交易日买入股票，并持有到下个月初的几个交易日卖出啊，然后长期来看的话，他是觉得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正向收益啊。那么他们的回测是横跨了美股啊、新兴市场啊、日本啊，甚至印度的交易市场。时间跨度呢也长达60年啊，都验证了这个现象的一个普遍性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文它是猜测可能是因为月底啊有大量的这个资金流入市场啊，比如这个养老金啊、一些基金的这个定期再平衡啊等等原因啊。但是其实他说的这些原因，这些主观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数据支撑的，值得我们去测试复盘的一个统计优势啊。所以呢，我把它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写成了一个 EA 啊。那么它的这个规则是非常的简单且明确的，就是在每个月的倒数第 N 个交易日，然后去买入一篮子我们预设好的股票，或者说是某一个特定的标的啊，比如说股指或者黄金等等特定的标的，然后持有固定的天数啊，持有固定的天数之后全部卖出啊。然后止损的话，我这里就使用当前股票 ATR 的一个倍数啊。那么原文中其实是没有止损的操作的啊，但是我是加上了啊，因为加了止损比不加啊，针对于这个策略来说，结果是要更好的啊。然后我这里是先回测了这个标普500，可以看到啊，它的结果是非常的拉胯啊，非常的拉胯啊。然后我不死心呢，又去试了一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表现也是同样的拉胯啊，包括这个黄金啊什么之类的，我也都测试过了，我这里就不再展示了啊。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很不理想啊。然后我就想，不应该啊。首先，它这个规则是很简单的，很简单、清晰、明确的啊。最后呢，我就想试一下它在这个个股上、股票上有没有用啊？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像原文一样做这个行业的选股啊，而是挑选了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或者说市值比较大的啊这个美股，然后凑齐了10个啊，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美股的投资组合啊，就是想试一下它在个股上究竟有没有用啊。然后我们再回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啊，就是相对来说不错了啊。但是我们看最近这一年的表现的话，1年多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不太好啊。那么对于这个结果，
我也对照着原文也思考了一下啊，所以如果硬要找个原因的话，我倾向于是他这里所说的这个月末效应的背后啊，可能就是可能就很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大型的基金、养老金等机构性的这个资金是一个规律性的流入啊，就是它所谓的这种优势是这种规律性的流入所驱动的啊。而这些巨量资金，他们在建仓时，它首先会优先投向的一定是那些市值比较大的、流动性比较好的、共识性比较高的一些市场龙头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苹果啊、微软啊、英伟达这些公司啊。所以当你把回测的对象从这些宽泛的指数精准聚焦到这些，比如说我这里前10只的这个作为市场发动机的龙头股时，策略的表现就脱胎换骨了，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觉得这种猜想的话也是有一点硬找这个原因的感觉啊。包括大家看这里啊，其实也有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那么既然你说这个龙头股组合长期看来是不错的啊，那么为什么最近1年的表现却不尽人意了呢？啊，这恰好呢揭示了此类这个策略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啊，就是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同质化风险啊。我们选出的这10家公司啊，虽然是不同的企业，但是当他们在如今的这种市场环境下，高度集中在科技股这一个单一赛道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他们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啊。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用 QA 它所计算出来的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性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单从这个颜色来看，这个结果就是不好的。我们单看这里的，即便是我们以稍微宽泛的 0.4 的相关性程度去要求的话，很多也都是不好的啊。这种现象就会造成同涨同跌啊，因为它失去了这种分散风险的一个意义啊，变成了一个只针对于美国科技股这一个单一因素的重仓的一个赌注啊。那么最近1年的这个回撤啊，正是为这种集中的这个风险敞口它所付出的代价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啊，任何这种所谓的这种季节性的规律，它都只是一个高胜率的一个统计现象啊，它不是说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物理定律啊。那么月末效应它所依赖的是历史上形成的这种资金流动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在一个充满意外的一个年份里，这些常规的资金流动完全有可能被暂时的打乱啊，甚至去逆转啊。好，那么简单的验证了一下这个策略啊，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回撤的一个问题。大家看这个策略的一个交易细节啊，我们看库存费这一项啊，就是当我们在交易美股这种 CFD 品种时，库存费这一项啊 MT 软件计算的是有问题的啊。要知道我们这里所展示的这个策略啊，这个月末效应的这个策略，它可不是一个当冲的一个日内交易啊，它是运行在 daily trade， 它是一个日线上的一个交易啊，并且它的持仓时间一般来说都是7天的啊。但是为什么持有这么多的股票却没有隔夜利息，或者说像我们这里的这个隔夜利息太少了，这很明显不正常啊。那么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们的这个资金曲线看起来很好啊？是因为它没有扣除这个成本吗？啊，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啊，也是很多人这个回测报告里的一个隐形的漏洞。那么很多券商的这个美股啊，这种 CFD 啊，它的隔夜利息，我们如果观察它的规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它都不是按照点计算的，或者说按照
资金去计算的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外汇，看一下黄金这个品种，它是点模式啊，这种的话 MT5 回测是正常的。或者说股指的话，它都是 USD， 它以你当前的这个账号的这个资金单位去收取去正确的收取这个库存费啊，这都是 USD。 或者外汇品种的话就是点模式，这就是点模式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美股的这个个股的一个 CFD 的话，它就是按照一个其实是按照年化利率去计算的啊。但是在 MT5 中，这种模式叫做按照百分比的方式去收取。那么这种方式在我们的 MT5 的策略测试器中，出于某种原因或者说某种历史遗留问题啊，它并不能够在回测中去正确的自动计算这种模式下的一个隔夜利息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回测中的每一笔持仓，它的成本啊都是被严重低估的啊。大家看这里，每一笔持仓它的这个库存费其实都是没有被收取的啊，都是没有收取的，偶尔会收取的都是零星的什么0.01啊，这很明显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持仓时间是很长的啊，不应该是这么持仓时间是很长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啊。所以说，当你面对真实的这个隔夜利息，也就是真实的隔夜利息很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策略很有可能就是直接从这种盈利啪的一下变成稳定亏损啊。当然我这里演示的这个资金曲线是已经剔除了隔夜利息的啊。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啊，对于依赖 MT5 回测的普通交易者来说，几乎它就是致命的啊。那么怎么解决呢啊？那就是我们自己手动的在代码里面给它创造一个真实的利息计算器啊。那么在我今天分享的这个 EA 里面，我专门写了一个模块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它的逻辑是，首先 EA 会检测当前是不是在回测模式下进行啊。如果在回测模式中，那么每一天这个 EA 都会检查当前的所有持仓啊。如果你持仓的这个利息是年化利率的，它就会根据我们的这个头寸的一个价值，隔夜利息的一个年化利率，包括持有的天数，去手动的计算出当天究竟应该支付多少，或者说收取多少的隔夜利息。同时它也会智能的去处理那些3倍利息日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最关键的一步是在这一块啊，也就是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隔夜利息的一个正负情况，它会使用 MT5 回测专用的这个函数啊 ，test withdraw 啊，在你的虚拟账户里去真实的扣除掉这笔利息成本啊。那么如果是正利息的话，那么就使用这个 test deposit 去存入利息啊。因为这个利息它不是说一直都是负的啊，有时候它也是正的，就是我们会赚到这个利息。有些这个搞这个跨平台套利的，它套的就是这个利息啊。那么通过这一套操作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回测中去模拟有隔夜利息的一个环境。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它毕竟还不是一个正规的 MT5 帮我们计算的方式啊，所以在库存费这一栏的话，我们依旧是看不到正确的利息成本啊，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个提款这一项，也就是760.68这个数字，它就是我们这个策略运行这么多股票它需要扣除的一个利息啊。那么它相比较刚才MT5 帮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 7.61 来说，它是差了有100倍啊，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你这样操作的话就是比较正确的啊。
并且我们这个资金曲线也是扣除了利息的。好，说完了这个核心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EA 的功能啊。那么这个 EA 的源码我会分享给内部学员啊，给大家计算这个隔夜费、库存费啊，做一个参考啊。MT5 的逻辑，回测器的逻辑我们肯定是改不了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迂回一下啊，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计算啊。那么这里的股票池啊，你就可以像这里一样使用这个逗号来进行隔开啊，填入你任何你想测试的这个股票代码，或者说交易品种的其他这个名称都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注意啊，你这里所填入的你回测所依赖的这个品种啊，一定要跟我们这里的交易品种最好是属于同一个领域啊。比如说都是外汇货币对，你这里也要填外汇货币对，这里也要是货币对啊。你这里填的是美股的这种 CFD， 那么你这里所依赖的也要填入一个美股 CFD 啊。因为你填入的不匹配的话，领域不同的话，我怕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易时段，因为交易时段的不同而导致最终你回测的结果啊就很不一样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风险管理啊，你可以设定一个整个投资组合的一个总风险啊，那么 EA 会根据这个 ATR 为你这里一篮子的这个交易品种，比如说我这里的每一只股票都去计算出等风险的一个头寸啊，就是你每一只股票都会从这5%的资金里面去平分风险敞口啊。然后是这个5的话，就代表的是入场是倒数第几天，然后持有多少天啊，这都可以自由的调整啊。然后止损的话就是使用ATR， 然后这个14的话就代表你具体使用哪一条 ATR， 然后这里的3代表是 ATR 的倍数，也就是你要用多少倍的 ATR 作为止损。好，这就是全部了啊，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